哎，想好了吗？染头发？不对，我跟你说，超级赛亚人的肤色不是你这样的，所以你应该染皮肤。哎，黄小仙儿，你心里到底确不确定你这么做是为了你全班同学，还是为了那孙子呢？我提醒你啊，那孙子他不要你了，你们俩已经分手了，所以明天你不管穿成什么样，他根本就不在乎。换句话说，你明天喝多了，把自己脱光了，脱的就剩一条丝袜，然后全场飞奔，给你裹大衣的人绝对不会是他，你明不明白？不明白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好吧？是啊，王小贱说对了，明天的见面不是一次久别重逢的约会。我就算打扮得再精美崭新，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个旧人。我怕我刚才话说得太重，搞得你想不开要自杀。姑娘，麻烦你激活一下脑细胞。你是一个被偷的人，怎么能怕小偷呢？对，我凭什么怕他们啊？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本姑娘本色出演，震撼登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哎，这就对了。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所以明天你大可以继续的横冲直撞，把别人的婚礼当成前男友的葬礼。我会为你保驾护航的。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下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像个开门，开门，开门！你的运气就是好，昨晚找我表姐借的，她身材跟你差不多，就是鞋大点。不过你只要不跳踢踏舞，应该掉不下来。先别感动了，去试试，去试试，快去，快去！行。去之前我再给你叮嘱几句啊，今天咱们大大方方的去，漂漂亮亮的去。别给人感觉要打架似的。还有今儿去的都是你同学，一定要微笑的面对每一个人，微笑的面对你的同学，把这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
还有啊，要是遇到那俩孙子呢，咱千万不怕起矛盾，起矛盾就面对，而且必须要面对，就让他知道谁离开谁活不了，要开玩笑，活得了，而且活得更精彩。不错，有点女人味儿。这是什么呀？昨天晚上你一直骚扰我说怎么样才能引人注目，我觉得你做到了，真的，这比你染一身皮更能引人注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你应该再镶一圈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钻，这样才会特别的奢华。我不去了，你替我去吧，要去晚了，该把人耽误了。哼，那婚礼你真不去了？我这样我怎么去啊？我丢不起这人啊！挺好的，可能就是老天故意这么安排，我就不该去。不，我觉得是老天爱你，所以这么安排的。老天知道你没有勇气把那俩人咬得鲜血直流，所以老天让你自己把自己的牙给染红了，过瘾吗？精神疗法。你不去也没问题，问题就是陆然跟冯佳期要是问我说黄小仙为什么不来，我该怎么回答呢？就说你怕了。走了。等等，干嘛呀？我留着干嘛呀？我又不是见不得人。我可以笑不露齿。笑不露齿，你一笑，恨不得把整个牙床都露给别人看。人家一笑，温柔的那脸，好好学学吧。两位里边请。我以为我在这之前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可生活总是给我惊喜，我居然能那么惨。正所谓，一个胸罩之后，必然还有2个大波，真是可喜可贺。姑娘，你也别太豁出去了，看在您还吊在我胳膊的份上，多少给我一点面子。咱没法开口，吵都吵不过他们，那怎么办？咱们就不开口。鲁迅先生怎么说？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甚至连眼珠都不转过去。说的有道理。灯往高稍微调一点，太高了，低点，这边。好嘞，再高一点。没人看见，别把手放开。我是现场总监，总不能对工作人员这么说话吧？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可以用呀当信号灯。左边是 yes， 右边是 no， 全部露出来是 I don't know。黄姐，黄姐，麻烦你看一下，新娘进场的时候是先亮这2组灯吧？那录影是跟着新娘进场依次亮起。那就先亮起。那新郎新娘宣誓的时候，具体是用 A 方案还是 B 方案？这咱得快点决定一下，到底是 A 还是 B。好。一闪一闪亮晶晶，用你的呀当信号灯。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能不去吗？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可想好了，我今天必须要把我的女朋友冯佳期正大光明的介绍给咱俩认识所有的人。真的，我还得让他们都知道，那过去的都过去了，那都是历史。你就是我的未来，你知道吗，冯佳期？我的未来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呢，你明不明白呀？你兴奋一点儿，兴奋一点儿，走了。别玩手机。他们都到了啊？阿南也回来了。阿南？对啊，他昨晚上回来的。这可我们班头等大事儿，大家都到齐了。啊，太热闹了，那简直是，都来了。对呀。赶紧的。黄小姐说混响在哪呀？好嘞。喂 ，hello， 喂，黄小姐，您是一个人是？黄小姐今天嗓子坏了，带病工作，我替她试。喂，1、2、3。黄小姐，您看看这手捧花束还行吗？您是说把手指头放在玫瑰花里吗？想什么呢？黄小姐的意思是不要忘了把戒指放到花里。哦，好的，知道了。黄小姐，我翻译的还对吗？真没想到，我黄小仙身为全场总监，一口红牙还能混到现在。谁给钱呀？给钱？哦，我给。多少？25。我还是给你请个假吧。请什么假？啊？不是，赶紧走啊！你别让大伙等咱俩。你不得在这儿先找会儿？找什么呀？找你的魂儿啊！
回事？陆然呢？都等你，你怎么才来呢？啊！我说哥们儿，今天咱俩可得好好喝一杯。现在门口接人了，你们先进，先进啊！佳琪，你怎么才来 ？Hello surprise 有没有？端庄点。我们先进去了，回头再说啊。来，先拜拜。小仙儿，你又漂亮了，孙子蒙你！哎，谢谢老公，谢谢老公，谢谢老公，烦死了！女人聊天该干嘛干嘛去。然后我等会儿跟你聊，一会儿跟你聊。一会儿回来啊，贝贝，一会儿回来。啊，怎么了你？我感冒了，怕传染你们。过来坐。佳琪，哎，你们俩怎么一块来的呀？啊，是啊。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仙儿都在里面等你们半天了。真的好好看，下次你逛街这声音一听就是小仙儿，你们赶紧进去吧，我去接杨希。好，你去忙。哎。女士优先，佳琪你先照一个吧。来，佳琪你先照。哎，照相了。什么相？来一块。不来，他俩一块照是不是太奇怪了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没时间了，抓紧吧，一块照。哎呀，就一张了，来吧，凑合得。这挺好，你俩挺歪了，这什么东西？哎，行，你快点抓紧时间。哎，督导，来，我给你们俩照张相，来，来啊，来，近一点啊，1、2、3。我想好了，我们的事儿今天不说了。哎，佳琪，就差你了啊！孙子蒙你又漂亮了，又……小仙儿，我这屁股还没坐热呢，我这就得让位了。过来吧，陆然。陆然，快来坐，快点啊！来，那个什么，等会儿，我今天有件事儿要跟大家正式的那个说一下。可能今天说这个事情吧不太合适，因为今天是青青跟甜甜的婚礼，但是因为咱们人都齐，都在。Hello， 冯佳期小姐在吗？我是。啊，是这样，化妆间让我通知您，时间差不多了，请您去换衣服。这个。哎，陆然，说呀，什么事儿啊？都没外人，说呀。陆然，你赶紧说。各位都是新郎新娘的好朋友吧？啊，对，是这样，有一环节缺人手，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门口拉礼炮。哎，别跟我抢啊！别跟我抢！这我擅长。咱们之间见过面，你跟小夏的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跟小夏的事儿你好像还不知道吧？没事，早晚都得说啊。小夏太好了，
小仙是我们办公室之花。其实说实话，大哥，你们俩没分手之前，我已经追她2、3年了。她真是为你守身如玉啊！要不是你让贤，我这辈子肯定没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哎，对了，昨天晚上小仙睡觉之前跟我说，今天如果能见着你，想给你道个歉。他说自己以前太刻薄，太对不起你了。我们俩呢，是真的想好好下去，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我的仙宝宝了。而且你不知道，自从你们俩分手后，他变了，变得温柔多了。你看现在连话都不怎么说了，只能说你错过好时候了。这样吧，小仙想跟你道歉，那咱们就择日不如撞日，对吧？一笑泯恩仇，什么年代了，啊？分手也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更何况，小仙可是发自真心的祝福你和冯小姐。是吗？谢谢啊，谢谢你，小仙儿。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很害怕你会记恨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对，恭喜你们！来，这么说啊，来，你是男的，主动点，你们俩抱一抱，这事儿就翻篇了。来吧，你主动点，小仙别害羞。来，别害羞，别害羞。对不起，小仙儿，我真的不是故意想伤害你。我已经没有你了，我不想再失去冯佳琪。嘛呢？把手放开！你什么意思呀？小仙，过来。新女朋友都带来了，还纠缠前女友？过来，小仙，别怕，过来。我们家小仙面子薄，不想在同学面前不给你面子。哥几个一不在，小仙跟他说几句话，上手就抱。你什么意思呀？天天追在小仙屁股后面，上班路上拦，下班家门口堵，不接你电话，你丫就给写信，你够古典的呀！你懂不懂法？就算你不懂法，身边还站一喘气儿的，你瞎呀？陆然，你指什么指？大学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别人吗？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吗？小仙为什么跟你分手？你心里不知道吗？脚踩两只船，俩你都想要，你不觉得丢人是吧？小仙还替你害臊呢！别动手！动手了吗？我动手了吗？我什么时候动手了？我今天不是我们俩办事，我们俩办事一定通知你。今天是你同学的大喜日子，打电话问你爸妈，你这么做合适吗？哎，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什么情况？陆然现在是我男朋友。亲爱的，
打算以后让我怎么跟你求婚啊？就必须得来一刺激的，剑走偏锋，别出心裁，才能打动我的芳心。你说出来我听听。你得给我办一个大钻戒，但也许是假的啊。哦。如果是灰尘那么大的呢，就必须得保真了。那没问题。还有吗？咱们得有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我觉得吧，咱们可以去跳伞。如果你求婚靠谱的话呢，我就带你安全着陆；如果求婚不靠谱呢，我就把脚腕子上的绳子割断，你就自由落地了。等，很恶毒。我还有一个更毒的招，我带你去海里潜水。等咱俩潜到最深的地方，我左手掏出戒指，右手掐住你的氧气管子。嘿嘿，你答不答应吧？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拔你的氧气瓶子。你说什么？我是说咱俩很配。我没听见你刚才说什么呀？咱俩很配。我没听见。听不见。小仙儿，今天咱们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闹了这样一场，我想咱们谁的心里都不好过。我不怪你，不管过去都发生过什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就希望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不是朋友也可以，我们可以是路人，也可以是普通的同学。你希望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听你的。其实，仇恨在我们之间有很多。婚礼之后，一切我们之间的都。我们之间的感情永远都不可能清零。我恨你们，也希望你们恨我。我不会原谅你们，也不需要你们原谅我。我以后还会像刚才一样的对你们，能怎么伤害你们就怎么伤害你们，能让你们多难看就让你们多难看。我不会祝福你们的，因为我知道你们走不远，偷来的东西用不了一辈子。
我不稀罕你对我说抱歉，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对等关系。一段感情里，我们实实在在的爱上了对方，到结尾时，也实实在在的恨上了对方。我要你知道，我们始终势均力敌。如果你觉得实在割舍不掉，你可以回去。你什么意思呀？哎，刚才他们合起伙来算计我，你不知道吗？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不会当那么多人的面动手动脚，也知道小仙儿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你都不用解释。不是，那你让我割舍什么？你觉得我什么没有割舍下呀？你信任过我吗？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着你的前女友，被你前女友的现男友又拉又扯，又吼又叫，我不应该问个明白吗？我不应该要求我的男朋友对他的前女友的态度应该更明确、更合理，让我更安心一些吗？如果你实在割舍不掉，你真的可以回去。我相信小仙儿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应该也是假的。如果你觉得不好回去，我还可以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再一次宣布，我把你还给小仙儿。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你把我当什么呀？举棋不定心猿意马的人。说谁？说你啊。你说过你跟小仙儿在一起，把心给了我。我不想得到你的人，就把你的心还给了小仙儿。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分开，好好冷静冷静。等你确定了，想清楚、想明白，你到底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我们俩再见面。有这个必要吗？啊？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哭就哭吧。你要是想哭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肩膀借你用用。Come on, baby， 来吧。你真的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至少你可以说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为什么是你觉得憋屈？啊？我觉得憋屈该是他们呀，你又没做错事儿，应该是他们在群众面前仓皇而逃，为什么会是你呀？你听过交通台吗？听过。我经常听广播里说，有人在出租车上丢了包，里边有钱包、手机、护照。你说，你把身家性命都搁包里了，你不应该好好抱着？你怎么能丢了呢？你不应该好好珍惜吗？你说的是陆然吗？我说的是我们曾经的感情，就像我抱着一个几百万的古董花瓶，拿去拍卖行拍卖，我把它丢在了出租车里。但是我在广播的时候，我就等于在告诉大家，我弱智，我有病。你知道有几个人是在真的同情你，在为你着急吗？大部分的人是在捂着嘴笑话你。他们说：“您怎么下的车呀？您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大街上那么多人，我就快点跟你说啊，你这不对。第一，甭管你说这花瓶是你的陆然还是你们俩的感情，它都值不了那么多钱，明白吗？你的感情太纯粹了，陆然他接受不了。不会喝酒的人能喝懂好酒吗？再说了，陆然根本就不是一花瓶，他也就是一腌咸菜的缸子。这缸子丢了不可惜，抱手里才可笑呢。第二，你那缸子它不是放在车上丢了，是被人偷走了，懂吗？你不过是太相信友情了，这一点也不可耻。偷走你东西的人才可耻呢。哟，怎么了这是？怎么样 ？Under 不 understand？ 你没事吧？我要不要给你打120急救车？我能呼吸吗？要干嘛？我有chuyện，你怎么那么贱呀？我失恋了，痛苦是我的特权，你凭什么那么贱呀？你是天下第一贱，至憎无敌贱。好了，起来吧，漱漱口吧。以后尽量少吃颜色太深的食物。染发膏算吗？
好端端一副牙花子，大半天的不见天日。哎，你把嘴咧大点，我看看后槽牙摆哪。你还别说，经过这次洗牙革命以后，我这心里就敞亮多了。敞亮？那得分享一下。其实你说的一点没错，只是刚才看着他们俩离开，我就知道我这心里从此以后没有这俩人了。